Tak ada apa-apa keputusan lagi setakat ini. Kami tidak akan bekerjasama dengan PH. Sabar。新政府难产这段期间，马来西亚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呢？嗨，你好，我是英英。那有一句话呢是这样子讲的：政治啊，一天也嫌长。这是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政治呢是变幻莫测的，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变化啊。现在是这样啦，那等一下就那样啦，到底是怎样嘞？如果说是跟着这一个逻辑的话呢，那马来西亚的国会选举已经过了4天了，我们的新政府还迟迟没有诞生，我们的首相是谁也还不知道，这根本就已经是一种天荒地老的一个情况了吧？所以呢，我相信呢这几天大家的心里应该是又慌又乱，一直都在 refresh 你的手机、你的 Facebook， 看看有没有最新消息，然后会看到说，哦，上一秒呢，穆希丁不是说他当首相了吗？下一秒呢，安华又进宫宣誓我，再下一秒，这篇新闻就不见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现在的情况真的非常的乱，每一个媒体朋友呢也都非常的紧张。那在这里呢，要先谢谢负责任的媒体朋友们，尤其是在最前线守着在皇宫前面啊，或者是在各个的这一个党部的这个总部那一边呢去播新闻的朋友们，真的太辛苦了。好，那专业的这个媒体朋友呢，他们在尽心尽力的为我们带来最新的第一手被确认的消息。那么我们身为一名负责任、有素养又经历过多年的民主熏陶的马来西亚公民，我就在说你啊，当然也有我了哈。那我们到底在这个过渡期间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做以及不要做的呢？不要转发来历不明的消息或者是影片，而我相信呢，这几天呢，大家都是很多的时间都在 Facebook 上面的啦。那无论是在 Facebook 啦，或者是 WhatsApp 啦，或者是 TikTok 啦，我都相信你们都有看到很多非常耸动的一些政治文章或者影片，对不对？当中呢有很多呢是会挑起你的情绪的，会让你看了之后呢就很生气，火了起来。或者是看了之后呢，你会非常沮丧。那尤其是像是这几天 TikTok 上面就出现了有很多煽动要发起513暴乱事件的影片，观看人数还破了10几万人。还好有很多的马来同胞呢在那边留言抗议，甚至是举报他们。那这个影片呢才被拿了下来。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哦，现在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一定会有一些人呢想要挑起族群之间的对立，分化不同的种族，以取得这个政治上面的利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轻易的煽动，不要让你自己的情绪呢被利用，更不要去协助散播这一些讯息。如果你觉得这些讯息你越看就特别的激动的话，那你就冷静，不要把这种激动再往外的扩散出去。那当然，如果你有发现有任何怀疑是假消息的话呢，你可以截取这个散播相关消息的户口和网站，再寄到以下这个事实查核网站，让他们去做 fact check， 以去截断假消息的传播。又或者呢，你可以举报相关的贴文，让平台呢直接下架这一些有嫌疑的这个假新闻。Please don't do that。不要发表种族歧视的玩笑或者是言论。其实有很多的华人呢，知道了这个伊斯兰党赢取了很多的议席，甚至有可能会执政之后呢，我们就有在网络上看到了非常多带有种族或者是宗教歧视的迷因。那还有一些网红啊，还说出了那些什么割包皮之类的笑话，觉得自己好像很幽默之类的。可是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其实这样子已经不小心的显露出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歧视和优越感。当然有一些笑话呢，你就是自己私底下讲也就算了，或者是某一种情况之下，一些这个 comedy club 或者是相关的场域的表演 ，maybe 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呢，在选举成绩刚刚公布没有多久，现在情况又不明朗了，选票的导向呢又明显有这个族群痕迹的时候，其实这种玩笑根本就是提油救火，而不是放松气氛。不单只对马来西亚没有帮助，甚至还可能害了整个华人群体。毕竟呢，你都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有族同胞都是会中文的，之前呢也是经常发生过了某一些华人的种族歧视的贴文被翻译成马来文之后呢，就在马来人的族群之中去流传，这样子会导致什么情况呢？就很多的马来人看到了之后，就对华人产生了极度负面的观感。
而我们却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澄清。所以呢，在这里呢，请大家不要在最敏感的时刻把无聊当有趣。毕竟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社会本来就有多元的样貌。你嘲笑其他种族的笑话，在这个 moment 真的不好笑。同样的，如果你不小心看到其他的族群在嘲笑着我们的族群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样貌的话，你也会不开心嘛，对不对？所以真的不要做这样的事情。Don't do that， 就是不要莫名的恐惧。这里说的恐惧呢，是指不要因为不理解而恐惧。我们今天呢，很多的华人呢，对伊斯兰党的恐惧，其实就跟保守派的马来人害怕 DAP 行动党一样。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呢彼此就处于这个光谱的两边，这两边呢不但没有互相的理解，反而呢是有了更多的恐惧。例如说，有很多的华人呢会觉得说伊斯兰党都是纯粹的极端分子，他们会禁酒啦，会禁毒啦，甚至如果他们执政的话，我们会没有猪肉可以吃。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保守派的马来人对于行动党的想象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他们会觉得说行动党 DAP 等同于华人共产党。甚至呢，想要在马来西亚建立基督教国家，一旦执政呢，就会废除掉马来人的保护政策，或者是连马来皇室也会受到波及。当然，你听到这些话、这些说法，你会觉得说匪夷所思，點解你會咁諗嘅？但是其實這一些論述呢，在鄉村地區是非常受落的，他們真的是相信的。為什麼？因為他們有恐懼，而他們又沒有去理解。所以呢，我們與其一味的恐懼，還不如採取比較主動的方式去理解對方。因為唯有理解，才會有溝通；唯有溝通，我們才能夠找到彼此之間可以接受的中心點。不要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今天马来西亚呢，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大家得正视说我们族群之间的的确确有隔阂的路口。虽然我们口上一直都讲说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融合的国家我们都是相亲相爱，和蔼可亲。可是今天呢，我们以族群为明显划分的选举成绩，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跟很大一部分的有族之间，还是有着许多的不理解，甚至是偏见和误会。我们对国家的想象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当然也不能说是全部的马来人，因为像马来人内部也是会有不同的派别，就像是我们华人里面也会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人，所以呢，也就是代表着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避而不谈，把它呢就是藏在这个地毯下就当作没有看到就算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一些华人网友，当他们在支持某一方当政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不断的重复说：“哎呦，为什么马来人要选某某党？难道他们不怕呢？就是用这个党来执政的话，经济会变糟咩？难道宗教比吃饱饭还重要咩？诸如此类的这些言论，那其实呢，这些言论就真正的透露了我们确实没有真正的对话过，我们依然停留在非我族类的这个思维模式，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觉得在这段期间呢，大家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 do， 我们可以怎么做？心平气和，要理解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民主程序。当然我明白现在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很泄气啦，很失望啦，好像跟自己的期待不一样啦，原本觉得好像充满希望啦，怎么会变成这样？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多天了，我们还是选不出我们的新政府，我们的新首相到底是谁都还不知道。那是不是我们的民主选举呢比其他国家烂呢？首先我们一点都不烂，重复，我们一点都不烂。我们要理解的是，在一个健康而且成熟的这个民主国家，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选后谈判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民主的程序。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是用了1个月以上才成功的组织出联合政府的。那因为没有政党过半，所以大家呢就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坐低傾，互相的协调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且你有发现吗？我们这一次不单只没有动刀，没有动枪，连之前很常见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口水战或是种族的言论也没有出现或者说少了很多。那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进步啊，这也是民主跟文明应该要有的一个样貌。所以想要提醒大家，我们应该要互相尊重彼此的选择，一起让民主制度健康的运转下去。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就尽量的稍安勿躁。这几
几天呢，敌对政党之间可能会筹组联合政府，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很失望。为什么我支持的政党到最后要跟敌对的政党合作呢？搞到自己的价值观都错乱了，好像没有了原则，分不清敌友了。其实跟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组织联合政府，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啊。虽然我们这一次是有涉及 case 啦。但是呢，我们想要举个例子，像是英国或者是德国呢，就很常见，就是以联合政府的方式去执政。那毕竟呢，当国家进入没有政党过半的状况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代表了我们的国家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跟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呢，如果要让国家继续前进、往前推的唯一方式，那就是我们得要学习尊重差异。互相包容彼此的意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呢，也应该庆幸说，我们马来西亚讲真啦，竟然可以在短短的10年之内，就从2县制走到今天的联合政府，还没有 confirm 啦。那虽然途中我们都出了一点状况，可能会让大家非常的失望或出乎意料，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最后都有意识到，如果是为了这个国家好，其实我们都得学习跟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去推动国家的前进。那其实呢，讲真啦，也不只是我们人民在学习而已，我们有看到很多政治人物也在努力的学习，就连我们的国家元首也在学着应对着这一种前所未见的情况。Sabar, terima keputusan rakyat, terima keputusan wakil-wakil rakyat dan terima keputusan Yang Tuan Agong。那其实呢，我们马来西亚的民主还非常的年轻，就让我们一起呢边走边学吧。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哈，你可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这几天呢，经常就被一些社群媒体上面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呢搞到一头雾水。那尤其是一些很煽动情绪的文章或是影片，大家呢就是这样子转发来转发去，转发来转发去，也不懂是真是假。然后转发了之后呢，看了心情就很糟糕。那其实呢，与其被这些消息呢搞到心烦意乱，甚至是被煽动情绪，我建议大家不如只看一些正规的新闻媒体，让专业的新闻记者帮我们把关。毕竟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们真的不需要求快，我们要求的是准确和事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相信制度。如果我们比较2022年及以前的选举，比较有年纪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并没有太多恐怖的乱象。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整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完美，因为毕竟呢也没有真正的去深入的去做调查，也还没有定案。但是你有发现吗？比起过往，我们好像正常了蛮多，或者是相对平静了很多。那当然，这一切呢，就是要归功于我们的公民社会以及团体的一些常年的监督。因此呢，既然我们的选举成绩已经公布了，讲真，身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就得接受目前的这个制度，并且去相信这个制度呢，可以帮我们去解决目前的问题。那当然，制度不会完美，民主的机制也还是会有一些缺陷。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之后再想办法去修正它。这时候的我们，应该就是要保持稳定和冷静，等待结果的出来。最后的最后，就是讲真，我们要觉得庆幸。要觉得庆幸的是，我们马来西亚经历了这么多届的选举之后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马来西亚人好像变得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好像不但是理解了民主选举的运作，我们更知道呢，身为一个公民，他的这个基本权益是什么。我们好像也没有再像10几年前一样，不敢去讨论这一个政治，会很怕说啊，公开表达自己是支持反对党，又担心换了政府啊，国家会暴乱等等。那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5个州属政党轮替，当时候呢，有很多人在晚上都不敢出门，因为什么？因为很害怕暴乱。爸爸妈妈会打电话给外地的小孩，要他们快点回家，甚至还有年迈的长辈就想说啊，要囤粮，因为可能会乱起来。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打破了恐惧，原来换政府并不可怕，原来联合政府也没有什么。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马来西亚的民主正在茁壮的成长，我们都已经成熟了。在这里，请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我们荧光笔在这里呢做这支影片，就是希望在纷纷扰扰的这个现况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或者是不该做什么。我们可能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是我们就不要去做散布恐惧的事情，或者是假消息的事情。那我们能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觉得啦，无论接下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政府到最后是谁来做都好，未来的5年，我们最大的功课就是去跟其他的族群对话，去互相的了解，去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们，不要让有心的人士可以在我们之间去妖魔化彼此。我觉得这是荧光笔觉得接下来5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也希望你也把它放在心上。那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拖了吗？5年1次的公民义务我们已经做了，那接下来呢，就靠你我去修复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啦。不知道看完这支影片之后，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觉得还有什么该做和不该做的是我们没有提到的呢？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来交流交流。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制作影片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subscribe 我们，或者是在这些平台找到我们。那kita lain kita sama，我们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好，我们下支影片再见。